Hello， 我是 Mrs. Lee。今天我们要讲2个邮轮带我去的城市。第一是距今已有3000多年历史，西欧最古老的城市，不是之一哦，那就是西班牙的 Cádiz。和第二，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哥德式教堂，同时也是哥伦布的长眠之地，西班牙的 Seville 塞维亚，那有一些翻法叫塞维利亚。2024年3月的时候，我们搭了这艘邮轮 Sky Princess， 它停靠的其中一个港口就是这个西欧最古老的城市 Cádiz。大家有9个半小时的时间在这里观光。我喜欢行军式充实的旅游，无论如何一定要累到不行的玩好玩满，才有赚到的感觉。那我现在就要告诉大家，第一次来这里，我们是如何用最低的预算探索2座城市的精华。邮轮在早上9点抵达 Cádiz。全员必须在傍晚6点半以前上船。下船后，我们按计划步行20分钟到了火车站。这里要特别说明一下，不是每艘邮轮来到同一个港口都是停在同一个点，因为同一个港口在同一天可能有多艘邮轮停靠，所以出港口的时候，你可能必须要搭港口巴士才能出港口，而不是直接可以从船下走出港口的。如果必须搭巴士，你就要预留比较多的时间出港口，因为巴士带你出港口的停靠站可能距离火车站比较远，所以在买火车票的时候，时间上就不要买距离邮轮靠岸时间太接近的班次，不然有可能赶不上火车。但是有时候运气好，巴士有可能带你到离火车站非常近的距离。那至于邮轮到底会停靠在哪一个点，这个很难说。根据我们最近的一次经验，邮轮公司有时候是在前一个晚上才得知隔天要停靠在港口的哪一个点。What？ 比较安全的做法是，不要买距离邮轮靠岸时间太接近的火车或巴士的班次。好，那我们搭上事先买好预计9点40出发的火车，每一个人票价约20元美金，11点半左右抵达 Seville。这是我们首次来到 Seville，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打算来个浅度的4小时快闪游，看好看满。2024年后半年，我们有幸再度搭了邮轮2度造访这个城市，第2次探访就可以来个深度的。之后会做另外一支影片，分享2度造访的时候，我们是如何在4-5个小时内深度探索这个美丽的城市。到了 Seville 火车站后，首先我们搭了 Uber， 花了约13欧元，从火车站搭到了特里亚纳市场，买点当地的食物当午餐，再步行到斗牛场，接着走到了壮观的塞维亚教堂外面。它是地表上最大的哥德式教堂，也是世界上第3大教堂，1987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我们也到了拥有摩尔式建筑风格的阿尔卡萨宫外面，然后再步行到著名的西班牙广场，接着再走到巴士站，搭上事先买好下午3点半离开回到 Cádiz 的巴士，每个人约17.05欧元。到了 Cádiz， 我们还有约1个小时的时间晃晃拍拍到此一游照，再步行到船上，结束美好的一天。别走开，影片还没结束，接下来我就要带你直击每个景点的精华所在。第1站，我们来到特里亚纳市场，这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市场，位于著名的特里亚纳桥旁边。你看这个虾前面有螯耶，我查了一下，它是海螯虾，1公斤42欧元。看到这个价钱，我拼命压住震惊的表情，不然容易显得没见过世面。幼鱼，这位小姐眼神有杀气，感觉前面这些海鲜都是被她眼神瞪死的。不同种类的生蚝，要不是时间来不及，每个种类都应该给我来几颗。认真切鱼的老板，哦不，老板是非卖品，是被老板切的鱼。还有吃货救星，花钱就可以直接享用的火腿和 cheese， 也有花钱找罪受，需要料理过后才能吃的生肉。这里也有腌制好的肉类和香肠。琳琅满目的水果、蔬菜，多数看起来都不陌生。草莓、蓝莓、覆盆莓、火龙果，但是这个 Cherimoya 不知道有没有念错，番荔枝其实就是释迦啦，源自于厄瓜多和秘鲁一带。这个呢不得了了，马克·吐温曾经说过，这是人类已知最美味的水果。各位观众，请放下手边的工作，赶紧找看看附近有没有卖。
当时没买来吃，回到家后才得知马克·吐温曾经这么形容它，所以赶紧买来吃。影片最后有现身说法哦。还有甜点、面包、sangria， 还有许多特色西班牙小吃和美味的传统美食。我们选择了这个摊贩，因为小姐漂亮又富有人情味，点了伊比利火腿 sandwich。来西班牙有机会就会想要吃这个三明治，这个看似简单，但是吃起来的口感非常丰富，而且层次分明。首先，三明治的面包通常是法式长棍面包，或是当地类似的硬皮面包，外皮酥脆，内部柔软有嚼劲。火腿本身口感细腻，肉质柔滑。因为长时间熟成而带有独特的坚果香气和浓郁的咸香味，而且释放出浓缩的肉香和油脂的甘甜。面包要涂奶油吗？因为火腿的丰富油脂在入口的时候会自然渗透到面包，让口感更为湿润，也添加风味。整个三明治吃起来是外酥内嫩，肉质丰腴但不油腻，每一口都充满了浓厚的肉香和微妙的坚果后韵，让人回味无穷。这每一口都让我深刻地感受到当地的独特魅力。旅行不仅仅是走过景点，有时候更是透过味蕾去体验和理解每一个地方的文化。这个市场呢，不仅是体验地道食物的好地方，也是一个社区聚集点。这里有烹饪学校，提供当地人和游客一个探索 Seville 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好机会，也是感受 Seville 热情氛围的绝佳地点。时间允许的话，千万不能错过哦！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可以帮我按赞吗？塞维亚斗牛广场。接着我们边走边欣赏美景，一路步行到塞维亚的著名斗牛场。这座斗牛场是西班牙历史最悠久的斗牛场之一，在1881年完工。这里也是塞维亚的重要地标之一。内部呢可以容纳数千名观众。每年在此举行的斗牛活动，尤其是在塞维亚的4月节期间，更是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和游客。门票10欧。由于我们时间有限，并没有购票进入参观。塞维亚大教堂，我们接着步行到塞维亚大教堂，沿途美景如画，实在是太好拍了。要是没有一点自制力，可能好几个小时都走不到教堂。这座教堂，不得了了！它原本是一座清真寺，完成于1198年。1248年的时候呢，改为天主教教堂，这是地表上最大的哥德式主教座堂，也是世界上第3大教堂。1987年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这里呢，同时也是改变了世界的航海家哥伦布的长眠之地。这次造访塞维亚大教堂的时候，我们只是轻轻一瞥，并未进入教堂内部。但是，当我们第2次再访的时候，终于得以进入教堂内部参观，这才深深感受到教堂的壮丽和神圣。敬请期待我的塞维亚2部曲哦！拥有摩尔式建筑风格的阿尔卡萨宫，短暂停留欣赏完教堂外观的壮丽建筑之后，我们走到旁边的阿尔卡萨宫，来感受一下皇室的气息。这里呢，最初是由摩尔人在公元10世纪建造的堡垒，现在是欧洲最古老的皇宫之一。和阿罕布拉宫一起被视为西班牙最美的宫殿，这里同时也是《权力游戏》拍摄的地点之一。首次造访也只是轻轻一瞥它的外观，从外部看不出来它里面有多厉害。但是2次造访这座皇宫的时候，我们有购票入内参观，内部充满了精美的装饰和多样的建筑风格。宫殿内也有数个华丽的庭院，敬请期待我的塞维亚2部曲哦！西班牙广场。接着我们步行到西班牙广场，这里是这座城市最壮观的地标之一，位于玛丽亚·路易莎公园内。这座广场建于1928年，以半圆形的建筑风格著称，象征西班牙接纳拉丁美洲各国，并且纪念它的历史连结。广场中央有一个大型喷泉，周围环绕着美丽的桥梁和运河，游客可以在运河上划船，增添了浪漫的气氛。这里也是许多电影的取景地哦，比如说《星际大战》系列中的那部新场景。乔治·卢卡斯，这里美到连他都忍不住把它变成电影场景。现在西班牙广场每年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前来参观和拍照，尤其是那美丽的建筑细节和独特的文化氛围，
已经成为 Seville 必访的景点之一啊。这个广场真的是太震撼了，来到这里绝对要预留一些时间，才能静下心来好好的感受它的壮丽和氛围。随后我们步行到巴士站，搭上3点半的车，顺利在5点15左右回到 Cadiz。这是西欧最古老的城市，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100年，所以呢，已经有3000多年历史，经历了不同文明的发展，比如说罗马帝国、阿拉伯统治等等，形成了独特的文化融合。夕阳西下的时候，你一定要冲到教堂旁边，然后往上看，拍下那壮观的圆顶。教堂圆顶因为夕阳染上一层金光，美到动美雕，让人很容易忘记时间，差点赶不上船。接着，我们走到旁边位于 Cadiz 西班牙广场的1812年宪法纪念碑。这个纪念碑呢，已经有100年历史哦，立于1912年，是为了纪念1812年在 Cadiz 颁布的西班牙第1部宪法而建造的，历史意义非凡。最后，我们带着满满的回忆和疲惫但是愉快的心情回到了邮轮上，准备继续接下来的冒险。这一天真的是充实又有趣，完美的海岸日。得知马克·吐温形容这个是人类已知最美味的水果后，我马上去买了这2颗。但是现在有一个小问题，它们还在慢慢的熟成当中。看来我短期呢是没有办法体验到世界最美味了。不过值得等待的东西总是需要时间，等它们熟了，我再来验证马克·吐温的品味。期待我的开箱哦。